大家好，欢迎回到 Do Love Your Economy 频道，我是邵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频道已经来到了第10支影片，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所以作为回馈，这一期影片我们将会向大家介绍10个经济学当中非常基本的原理。只要了解了这10大原理，即使你没有上过任何的经济学课程，你也可以跟那些有上过 Economy 的同学侃侃而谈。所以不想错过的话，就要留守到最后哦。哦，对了，这一期影片我们将会以疫情为主题来讨论这10大原理，所以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首先，前4个原理是有关人们如何做出决策的。第一个原理是人们面临权衡取舍。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废话，不过这是你要学经济学所要了解的第一个原理。社会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我们用这个木材来做房子时，我们就无法用它来制作抓子，这就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稀缺性。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资源无限的世界，用了还会有，那我们根本不必学经济学。我们学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就像如果你一天不只是有24小时，而是有无限时间的话，那你也可以结交很多个伴侣。我们之所以只应该有一个伴侣，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无法同时结交那么多伴侣。当然，罗志祥是例外。我们现在面临的权衡取舍是什么？就是到底要开放经济，还是要控制疫情？我们一直在这2个点之间游走，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既可以控制疫情，又不会过度伤害经济。我国在去年 MCO 1.0 时，每天损失24亿令吉，所以在 MCO 2.0 时，政府才决定开放那么多经济领域，就是为了避免让经济受到过度伤害。因此，在 MCO 2.0 的时候，我国每天的损失已经减至3亿令吉。第二个原理是，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简单来说，成本不只是指钱而已，还包括其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时间、精力等等。一个大学生上大学的成本不只是衣食住行和学费，还包括他上大学的这3年时间。也许这3年时间他可以用来创业，或者做其他对社会更有价值的行为。你知道马扎克伯为什么选择辍学吗？就是因为他认为他继续念大学所要牺牲的发展脸书的机会，这个成本太过大，太不值得了。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指的是你为了得到一个东西所要放弃的最大价值的东西。就像我们前面提过，我们必须要拿捏抗疫和维持经济发展平衡的例子。那么我们抗疫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全国的 GDP 增长、经济发展等等啦。第3个原理是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理性人 （rational people） 就是经济学家认为人应该有的样子，就是充满理智、不意气用事，凡事都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打算的人类。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需要做选择的，可是不是选择要吃还是不要吃，而是选择要不要多吃这一口饭。在这里，我们又要出动边际这个词啦。边际指的就是新增的新增。理性人在做一件事时，他会先比较这个事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以及边际成本。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话，那他才会做。比如拿吃饭的例子来说，如果他多吃这一口饭所得到的好处仅仅是不浪费米饭而已，可是他所付出的成本却必须是可能之后会放弃工薪，然后无法专心工作，那么身为一个理智的理性人，他就不应该再继续多吃这一口饭。哎呀，突然觉得经济学很恐怖，竟然连我要不要吃这盘饭都要管了。就像今天一个卫生部有60个官僚已经刚刚好了，多一个的话就会造成官僚体系过于臃肿，少一个的话就会造成工作做不完。不过我想问的是，那个温水杀病毒的部长是不是有些多余？第4个原理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激励 incentive 指的是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个东西，比如说惩罚或者是奖赏。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妈妈曾经跟你说过，只要你 UPSR 考到一个 A， 他就给你100令吉，又或者是你考到全级第1名，他就带你出国旅行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激励措施的一种。
政府给津贴就是为了要鼓励你去做某件事，比如政府免费让全民施打疫苗，就是为了鼓励你去接种疫苗。根据卫生部在3月3日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74万人登记接种疫苗，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6%。我们要达到群体免疫，必须要有至少70%的人口接种疫苗，所以我们在此也呼吁大家一起报名接种疫苗。我和我的伙伴纪委也已经报名了。除了提供免费疫苗，政府也调高了违反 SOP 的罚款。从3月11日起，违反 SOP 者最高能被罚款的数额从1000令吉增加到1万令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所以政府认为只要调高罚款，人们就自然会更遵守 SOP。当然，除了那些有特权的部长以外，前面4个原理都是有关人们如何做出决策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3个人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原理吧。第5个原理是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很多人都批评自由贸易，包括特朗普。可是自由贸易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今天我想要一个抓子的话，我就要出动全家人去森林砍伐树木，甚至是割木等等，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绝对远远大于我花钱购买桌子的价值。我们就拿中国来当例子好了。中国在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后，其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8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31.5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1大出口国和第2大进口国。人均 GDP 也从2001年的1053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10276美元。也因为如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单靠内需的话，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在疫情期间，多国也试图展开旅游泡泡 （Travel Bubble） 的计划。旅游泡泡也被称为旅行走廊或者是旅行经济圈，指的是在关系密切且互信度较高的一些经济体内所形成的往来机制。简单来说，旅游泡泡就是让2个疫情相对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互相开放边境，让彼此的人员进入自己国家做生意或者是旅行时可以不需要隔离14天。这是在疫情肆虐、全球国境紧闭、自由贸易停止下一个不得已的折中选择。可惜异地恋的情侣好像还不能通过旅游泡泡来见面。唉，单身狗就好咯，都没有异地恋的烦恼。嗨呀！马来西亚本来打算跟6个绿区国家，包括文莱、新加坡、澳大利亚、纽西兰、日本和韩国这6个绿区国家讨论成立旅游泡泡的计划。可是后来由于这些国家的疫情有些反复，所以这个计划也暂缓了。经济学人认为，旅游泡泡形成的潜在经济规模可达到全球 GDP 的35%。如果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话，又有哪个国家愿意冒着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大开国门给另一个国家呢？第6个原理是，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如果你学过经济学，那你肯定听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这个理论。看不见的手其实指的就是价格。在一个市场上，当买家要决定购买量时，他会先看看价格多少，如果价格低，他就买多；如果价格高，他就买少。而卖家也会先看看价格多少，才决定它的供应量。市场价格会反映一个物品的社会价值。如果一个物品是没有人愿意买的话，那它就会不断跌价，跌到直到有人愿意买为止，或者是被市场淘汰。通过价格的自发调整，买家和卖家都知道该卖什么和该买什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可以促成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像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就呼吁政府应该批准让私人医院来进行疫苗接种。这个建议我表示相当认同。如果我们让私人医院来进行疫苗接种，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使用哪种疫苗。当我们知道哪种疫苗的需求量更大时，我们就可以增加其供应量，让市场来决定我们应该买什么疫苗。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疫苗数量是足够的，否则你想买都买不到。不过张天赐的建议有一个隐患，就是很可能到最后成功得到疫苗的全是富人，而穷人根本无法得到疫苗。
这样做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单靠富人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达到群体免疫，这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点。所以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7点，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政府没有管制市场，让市场自由发挥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当一个农民他预见到他的农作物种好时，随时会被小偷偷走，那他就不会种东西。当一个人去吃霸王餐而不会被警察抓时，就没有餐厅愿意开门做生意。所以政府就必须插手，以让整个市场运转得更加顺利。在进行疫苗接种这个事情上，政府除了批准私人医院进行疫苗接种外，也必须继续提供全民免费的疫苗施打。这样的话，疫苗才不会沦为有钱人的商品而已。除此之外，外部性也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另外一个要点。外部性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打过一道辩题，叫做各国应不应该强制人民施打新冠疫苗。我认为强制施打疫苗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毕竟如果你不施打疫苗的话，你就可能会感染病毒并传染给其他人。当你的这份权利会影响到其他人时，政府就有权没收你这份不打疫苗的自由权利，而强制你施打疫苗。所以政府有时，听清楚，是有时确实能改善市场结果。不过如果你的政策是朝夕令改的话，再好的政策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的。第8个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能力。虽然我们的频道比较多注重在微观经济学，但是我们其实也应该多学一些宏观经济学。没学过经济学的同学，我简单向你说明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比较多注重在消费者和商家的经济行为，而后者比较多注重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我们要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生产物品以及服务的能力呢？答案就是通过 GDP。GDP 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GDP 越高的国家，表示这些国家在同一个时间能生产出比其他国家更高价值的物品与服务，想当然，他们也能享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比如说，美国去年的 GDP 为19.48兆美元，中国为12.23兆，日本为4.87兆，为世界前3大经济体。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会比其他国家高。不过，这是一般上而言，不排除有贫富悬殊的问题，造成一个国家内一些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另外一些则非常低。根据世界银行马来西亚经济观察播种的报告显示，在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我国的经济预计将萎缩5.8%。不过到了今年，由于成功遏制了第3波疫情以及有效的推广疫苗，我国经济预计能在今年增长6.7%。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去年的生活过得很不如意、很不好的话，其实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经济不好、GDP 下降所导致的。虽然名牌店外面还是有很多人排队啦，可是我还是希望今年经济可以复苏，大家的生活可以过得越来越好。第9个原理是，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就会上升。大家知道什么是 inflation 吗？就是那个什么鬼东西的价格都涨，只有我薪水没有涨的东西咯。通货膨胀 inflation 指的是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当人民的钱变多了，人民的购买力就会上升，可是商品数量还是一样，供不应求，所以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啦。就像去年青体部副部长汪阿曼发萨就曾经建议国家银行应该直接印钱给人民消费，实行所谓的 helicopter money 直升机撒钱政策。不过这位副部长不知道的是，这样做的话将会造成通货膨胀以及央行的财政状况恶化的结果。在疫情肆虐的去年，其实我国面临的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通货紧缩，意思是 inflation rate 已经低于0了。马来西亚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去年就下降了 1.2%， 为51年来首次出现全年通缩的景象。可是，这么小贩中心的云吞面还是没有降价的，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一点。第10个原理是社会面临通膨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听起来很拗口，对吧？
我简单解释一下，意思是当社会这个国家的整体货币量上升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就会提升他们的整体支出水平，他们就会增加他们对物品以及服务的需求量。当需求量增加的时候，企业它就会雇佣更多的工人，雇佣更多的工人就意味着失业率下降，意思是通膨会减少失业率。如果你不要通膨的话，就意味着你无法减少失业率。纽西兰经济学家 Bill Phillips 他长期研究经济运转的真实模式，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社会失业率高的时候，意味着这个社会有很多闲暇资源，就是很多人没有工作，这些资源都放着浪费而已。当这个社会有很多闲暇资源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倾向于低通膨的现象；而当这个社会失业率很低的时候，就会倾向于高通膨的现象。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曲线的，就是叫做 Phillips curve。当一者更高时，另外一者就会低；当一者更低时，另外一者就会高。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就可以以提高通货膨胀的水平为代价来增加开支，减少失业率。而从另外一方面而言，如果这个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的高水平时，政府就可以减少开支，或者是提高税收，以为整个经济减速。去年我国的失业率为 3.38%， 与往年差不多。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则为负 1.13%， 为这50年来最低。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周遭很多人都失业，为什么失业人数明明就上升，可是失业率还是维持一样呢？我只能说，数据有它的局限。也许有一些小贩他们是没有报税的，所以即使他们失业了，政府也没有把他们列入官方数据。又或者有一些人失业了，他们转而在网络创业，所以数据显示他们依然是有工作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数据只是我们一个参考的对象而已，并不能全信数据。其实这10大经济学原理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Gregory Mankiw， 就是那个说送礼物是一种发送信号的过程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非常通俗易懂。总结10大经济学原理说的是：第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第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第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第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第五，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第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第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第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服务的能力；第九，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第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这是我们第一次将疫情和经济学连接在一起，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知道，经济学并不难，并不复杂，经济学就藏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你学会了经济学，你就可以以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你的生活。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看到这里的你多少有些启发。你对哪个原理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频道还会持续输出更多的经济学内容，以及分享经济学书籍。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值得你关注的话，那就赶快点击订阅，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我是邵荣，我们下期再见。